哦，这是谁？哦，宇航。宇航。这个是一帆和宇航，他俩已经第2次了。Hello。这是给你的花，就上次约会的回礼。惊喜，手作店。它这里很多手工制品，我觉得还挺精致的，有一些很特别。是的。这是它的说明书。我要不要给你换个位置？没事啊。踮起脚尖了。哎呀，这小脚打着节奏，开心。那你来剪布，我来缝，还是我们先一起先把这个拼出来吧。好，可以。对，它有一点往旁边再退一点。来吧。你一定要离我这么远吗？女生这样真的很勇敢，就是生理性喜欢。哎，我刚刚想说，你觉得他有感受到男生有一点偷躲吗？肯定能感受到。贴贴，是缠眼睛。要不我来抓着你来缠，会不会快一点？哦，好。对。这个好像，你手太大了，拿不来。等一下应该，哦，应该我来。我打个结构洞。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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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缠。OK， 请这样，我来接。哦，哇塞！那我剪布啦。哎，女孩子真的好喜欢他，女生很喜欢。他没弄中间这旗的时候，很像一只牛。还是好看的。哇，做的很好呀。先他俩。这个下面的风铃，还有一个空白的纸，可以写个祝福。你写个什么呢？鱼。他已经在想跟鱼有关的字。是一帆风顺嘛，因为也跟那个风有关系。大概一帆风顺只是代表我一个人呢，你的名字有什么寓意呢？宇航。万事皆行。一帆风顺，万事皆行。哇，把它写上去。先给它固定一下。好了，你绑好了。好开心呀！走吧。就程度相差太多了。对，这个喜欢的程度相差。像他这样发自内心爱一个人是很好的。再慢几拍就好了。其实很饿了，做风铃的时候肚子就很叫。
所以你身边的朋友的年龄段应该是和你一样的。我有很多00的，最小是06的，就球队的弟弟。那你会觉得跟00后相处会有什么代沟吗？一帆是00后，会有的。哦，例如呢？我觉得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每个年龄段自己喜欢的东西和事物，就是你得去理解和接受吧，因为毕竟自己也是有经历过那个年龄段的，像我们公司也有很多00后，我觉得其实年轻人真的就是未来。以为在面试嘞。但是其实很多单位他固有的思想会觉得你00后做事情不靠谱，他们会有这样的固有思想，他们就会觉得你不知道，就觉得你不懂这些，你不懂文物，你不懂这些东西。但是我会强制自己，就要求自己，你必须要在这个时间里学完它。那很难得，我觉得就是既有工作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然后有一定的职业素养，还有就是很强的专业技能，这种就是人才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完全没在聊感情，他俩就是职场讨论，变成老板在欣赏优秀员工。像我的单位的那个领导，跟他和我妈妈一样大。啊，你妈妈这么年轻？哦，对对对，你很年轻。不好意思。就能和我成为朋友的人，一般会是给我反馈的人。就可能也是因为可能从小是在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那边长大，对对对，加上后面很多因素吧。就我妈妈他们分开之后的很多话，就是追求自己的幸福嘛。我觉得人生不管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阶段，你觉得不开心、不快乐，你想要去追求你的那份开心，任何时候都可以，没有必要说因为其他的因素去把你牵制在这里。我感觉我妈妈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想要尽力的去照顾我的情绪。就可能我在上海，大家会去买很多吃的、喝的，全部寄过来。我每天回家就有一堆快递在那等着我，然后就感觉，就我能感受到他在去通过这些方式，其实是给予你关爱、爱，告诉你妈妈还是爱你。对。一帆的内心还是想要陪伴的。但你刚刚那时候说妈妈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有感触到，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共情力也蛮强的，就是很爱哭，看那种电视剧看到感人的就是桥段就会哭，你知道吗？那我也是啊，我小时候就很感性。然后就是我爸一直说，就是男孩子就是不要这么就是容易哭或怎么样的。然后后面我就尽量的克制自己不去看这种东西，然后慢慢就把自己一些情感的一些部分给关闭掉。他也打开他自己了。我觉得这时候也会被触动。对，因为这个很难得，你看到别人把自己的心房打开的时候，你最本能的，你就会把自己的故事也想要跟他说，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你不孤单，你不是一个人。但这是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我绝对不会跟我儿子说男孩子不要哭这种话。对，我觉得都可以的，公平，有情绪就要发泄出来。人都是会哭的，怎么可以男孩子可以哭，不可以哭？
我感觉你的慢好像也只是说你的一个外层的一个保护壳一样的东西啊，而且还有很多冷的有趣点，什么下雨洗拖把，虽然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但是我也觉得很好玩啊。就这样子，像吸收点雨水，这就是他们共同的记忆。有时候思想会有点跳跃那种。但是你每一次跳跃的时候，你都踩到了我跳跃的点上，你都踩到了我跳跃的点上。哎呀！然后你每次笑的时候，我都是两眼一放光，我说有道理。哦，好直接，好明确的告诉他，我喜欢你这样。对，我也只有在真正的好朋友面前会有提出很多各式各样的想法。真正的好朋友面前。因为我跟你接触的不多，但是后面就从洗头发开始有接触，让我觉得很好玩，然后开始会去探索一下。我说，我说这个慢慢的人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一帆有一个点我能理解，因为我觉得一帆是很聪明的女生，但是她为什么会分析不到？我有在想，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个抽卡，就是她当时画的一个画是画的宇航的狗，然后但是宇航那边的真实情况是说，你怎么还不选？你还不选？你不选谁敢选那张？他那个兄弟之间不是就是大家就推嘛，说这个明显是画给你的，你当然是自己拿去啊。我记得很深很深，他那情绪明显就感觉他内心当中并不对这张卡充满了那么大的期待，但是一帆的那边，你想他没有这个过程，他看到的是金宇航拿着他的卡跟他来约会，所以一帆一定认为你是喜欢我的，他肯定会认为是双向的，而且所有女生只有他是短头发，对啊。一定是我，他非常清晰吗？那你想，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去带有一种那种客观的视角理解好朋友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有难度的。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经验，然后对爱情也有美好的向往，所以他觉得就算对方不喜欢我，我也用我的真诚去打动他，要不然就是我不让我自己后悔。我觉得他不会感受不到吧？对。或者我就是想这样去爱一个人，爱一个人。其实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用他的真诚，他用他的爱的方式，打开了宇航的另外一面。那也有可能就是宇航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更加的明确说，需要一点彼此的空间了。这次的约会还是对于他们两个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次经历。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流，可能两个人还是会各自在各自的那个步调上去观察彼此。是，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下面一组的约会吧，看看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浪漫的故事呢？